看到这边写着广渔社区，难道以前都是捕鱼的吗？我们进到里面去转转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对面是黄船一个码头。你看啊，这边还有一些居民，这些都应该是老房子啊，或者都是一些村民的房子吧。那是一个创意园区啊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个里面可以走得通的吧。我眼前的就是黄埔古港遗址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在这条车水马龙的新港公路上向东继续骑行。现在我的头顶上呢，应该就是新化快速路的立交桥。前方呢，就是我想去的新洲车站。不知道还有多少路，我们往那个方向骑行一段，然后看看，再回过头来去访问一下黄埔渔港。右侧呢是环城高速的新洲路口。看来新化快速应该还在前面500米地方。黄埔村就在我的右侧了。从这条马路进去呢，就是新化快速。这边一直可以去到长洲岛，然后经过大学城，一直连上广台高速，还可以去到金珠高速，去珠海深圳方向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平时很少会来啊，就没有什么必要会跑到这种地方来。今天呢，纯粹就是为了多骑点路就来到了这里。这马路都还在进行修建，不知道是建马路呢，还是建地铁什么的。看到这边写着广渔社区，难道以前都是捕鱼的吗？我们进到里面去转转。哎呦，这个小路。一片很陈旧的社区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这边居住啊。我们到里面去稍的转一圈啊。
好像到此为止了。到时候看一下，还可以去哪里呢？现在我横过新港东路，对面有新洲宾馆，这里应该都是新洲的地盘啊。这边有一条路叫新洲大堤路，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又一次来到了村里的感觉。你看啊，这条马路左侧都是居民的房子，应该都是一些村屋吧。但是右侧呢，全部都是一片绿色，种的庄稼等等。这条小路啊，就比较原生态，或者说没有好好的修建。但是我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啊，应该有几个大足球场那么大。哇，这里又没路可以去了。走着走着又没路了，看看这边能不能走出去呢？走在从来没来过这种走投无路的村里面啊，就努力向前，发现一条可走或者可去的路，这也是一种乐趣。看到外面有车停在那里，想必是一条大路了吧。这条是新洲东直街。琶洲街新洲社区居委会，感觉这好像是到了江边的味道了，去看看吧。这是一个清水的平台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对面是黄船一个码头，想必这里就是一个船厂。南海水产研究所调查船基地。
你看啊，这边还有一些居民，这些都应该是老房子啊，或者都是一些村民的房子吧。我们在这边稍稍停留一下。刚刚稍稍看了一下地图啊，现在还在新州这个地区。如果往前走呢，相信是有路可以去到黄埔古港啊，所以我还是打算沿着这条道，可能会下几个台阶啊，再去探探路，在江边看看。从来没来过地方啊，有很多当地的居民，当然到处都可以看到啊，这些树的钓鱼竿。看看啊，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？现在在这里，就往这条方面走吧。这里一看都是很老的社区了，其实站在江边那么好的地方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一直没有发展起来。这里来到了新洲路了，哦，原来这里就是新洲码头了。这里好像已经不用了吧？这个以前也曾经是来过的啊。这样去往哪走呢？那是一个创意园区啊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个里面可以走得通的吧。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在这里，逆流文化，什么概念呢？这是一个码头吗？这个创意园区啊，占了一片江岸，好像有自己的码头。在这个里面呢，也改造了很多的房子，开了各种的店铺和公司行号。
既然走不通。原来出口在这里。黄浦滩创意公社，这个地方都是一个一个的所谓的创意园呢。黄浦滩2期都是利用以前的旧厂房仓库改建的创意区、科技园等等之类的。到了这边呢，就一片荒凉了。幸好这边留了一条小路吧，我们只管向前而行，看看能不能去到黄浦古堡那里。哦，貌似还是有路可去的啊。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江边的地方了。哦，又回到了江边了啊！哇，这个河里的江底都已经露了出来了。这条马路应该新化快速吗？这里有一个介绍，我们来看看啊，珠江后航段琶洲街道段这么一个地方。现在应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，继续往前就行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的。貌似江也停了一些当地人的小渔船吧。
我看右侧这些房子还不错啊，最起码它把这外墙涂成不同的颜色，还有点特色。门前呢就是他们的码头了。这个码头呢就从这里下去了，我们来瞄一下看看，这些到底是码头还是搞什么的？停了很多船只，就在这座桥下。就这么随着骑行啊，就兜兜转转，就来到了新洲的这个角角上啊。那我们现在看看怎么能够去到黄埔古港里面去。我们再来望望这个新化快速路这座大桥，从这边望过去啊，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我突然已经望到了生物岛了，对面应该就是生物岛。就起高楼的地方，然后这条快速路啊，连通到对面呢，应该就是到长洲岛，就是差不多到大学城的小古围岛了，大概这么一个方位。查了一下地图，我觉得还是原路返回会比较稳妥，那我们就在这边骑过去。顺便再看看江岸的风光。我看这个堤岸下的这些农民的房子，多少还有一块自己的小菜圃，或者说一个小院子。就如果说抛开经济因素，这些村民们的房子啊，就每天可以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看江、吹风，还是蛮惬意的啊。
是村中的一条小路啊。这条街道啊，真的暗无天日。你看啊，它上面的这些楼啊，都伸手就可以握住对面了，真正的握手楼了。不过好歹还给你留出一条可以骑行的道路，汽车肯定是开不进来的了。这就是刚刚这条新化快速路的桥底下。这完全是一片乡下地方了。这边叫新化渔民新村，就是以前都是捕鱼的啊，现在不知道给不给他们捕鱼了。道路两边还种了一些香蕉等等。石基东堤，这是一条马路吗？那是应该快到黄埔古村了吧？这个村里的这种餐馆里面是非常热闹。这已经到了他们的村头了，或者是卖各种东西的地方了。
这里号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。我记得以前这边停靠的一个瑞典的一个大船吧，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这个被包裹的船只呢？应该不是。这个地方叫南城河，我们下到上面去看一看。这边有一个以前的海关啊，这边的一些图文就说呢，是一个张量货船征收关税的地方。现在是中午时间了啊，乡亲们都回家吃饭去了。你看啊，这边说的是万强云集鼎盛一时。在1758到1838年间啊，共有5000多艘外国商船停泊黄埔古港，平均每年约64艘。这是以前的一个古港啊。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征收税款的海关吧。因为以前好像只有广东这个地方是唯一的一个贸易口岸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上面有写：1842年，清政府被迫开放5口通商，广州不再作为唯一贸易口岸。也就是说，在1842年以前，这个地方呢是唯一的一个口岸。然后呢，黄埔古港就失去了昔日的繁盛。到了1860年，黄埔总口迁至常州岛，仍沿用黄埔二字命名，黄埔海关。所以我们在黄埔军校里面啊，就那栋房子，这以前黄埔军校的孙中山办过公的房子呢，应该就是以前的海关的一个办公室。这边可以看一看啊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刚刚其实我就从那边过来的，那边过不来。这些村民还把他们的一些海货晒干了出来卖。我眼前的就是黄埔古港遗址，2002年7月公布的这么一个地方。我现在面对的就是一条水道啊，我这边呢就是黄埔古港，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码头，也就是几十米之隔的对面啊，对面应该是轮头岛了吧，所以我这边是新洲，对面也有个小码头，就这么一点点距离呢，两边的人还是要通过摆渡才可以来往。再看看我的身后啊，那边已经新城区的高楼大厦了，但这边呢还是保持着比较古朴的渔村渔港的这种模样啊。我今天呢是骑着车啊，在摩碟山那边，从新港东路那边一直骑过来，到了新洲的这个岛津那边稍微张望了一下，
然后呢就来到了这边。就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就把这一段呢先作为第二段跟大家来做一番分享。等一会儿呢，我就在这个黄埔国港那边穿街走巷的转转，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